先给大家讲个故事。有一天文教课，老师拿着《论语》告诉我们4个字：无欲则刚。这时候我同学跑到我旁边跟我说：“李组员，我跟你说，我要丢掉我的求知欲。”大家有听到这个故事的重点吗？故事的重点不是我的名字，是他要丢掉求知欲。我知道求知欲是一种欲望，可是当大家听到无欲则刚这种话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想：我才不要丢掉，我肚子饿就想要吃喝，我肚子不舒服就会想要拉撒，我肚子舒服就会想要睡觉，这些很基本美好的欲望呢。可是当我谈到求知欲，我只会说：3日不读书，便想4天连假。到底为什么有这种差别？为什么求知欲背东西欲望却受到这种待遇呢？我们来唤醒一下心中的求知欲，让你感受一下求知欲是什么。想象现在写数学很难，但终于解出来了，这种感觉就是题目就厚再想象一下，抬头看见彩虹，不知道怎么形成的，拿起物理课本，光学，豁然开朗。再想象一下，现在在写程式，遇到一个 bug， 一直解不开，上网 Google 一下。学到了新写法，终于解开了，这种感觉就是 it feels good。如果觉得以上太理工，没有关系，想象你在读历史，很爽嘛。有些人把历史当小说来读，虽然我是不能懂那种感觉，但他们很享受故事流入他们脑袋中那种想要听故事的求知欲被满足的时候。总而言之，求知欲它被满足的时候也会很爽，所以它是一种欲望，没有错。但为什么大家会特别想要丢掉求知欲呢？你还记得第一天上学的时候，你是哭着进学校的吗？但你知道在尼泊尔，当他们知道今天是最后一天上学，他们是哭着离开学校的，因为他们有求知欲。如果觉得以上世界离你太远，没有关系，有一个国家国土是台湾的2/3，甚至在它的国境里面有66%都是沙漠。在这么贫瘠的状况下，你可以想象吗？以色列，它的平均每个人 GDP 是台湾的2倍，怎么做到的？关键差在这里。台湾人觉得学习是为了赚钱，以色列人觉得呢，赚钱是为了学习。差在哪？差在求知欲。我就开始在想，奇怪，是义务教育出了问题吗？为什么我的同学，甚至很多的学生都会想要放弃掉这么重要的求知欲？可我想一想，我想要替义务教育做个平反，我就是在正常义务教育中出生的孩子，但是我的求知欲也没有被磨灭掉啊。就像我在写数学的时候，当我开心的解完了一题数学，我会想要学习更多如何完美清楚的证明一件事情，就像我现在在证明求知欲很重要一样。当我在写物理的时候，我会思考物体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我学会追根究底的能力，我会想要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哪。就像我现在想要发掘义务教育的问题源头。我在写程式的时候，当我学习到了新的写法，又学到新的逻辑方法时，我会想要知道更多如何清楚的让你知道我的想法。当我在看历史的时候，从历史给我的故事让我得到成就感的满足时，我会想要了解更多的故事，去看以色列的故事，去看尼泊尔的故事，而这些都是义务教育，造就了现在在跟你演讲的我。所以义务教育并没有错，也不是课纲国文数学太多或是物理化学太少的问题，其实是少了一堂最重要的课，启发学生求知欲的课。我想要设计一堂课，是让孩子对学习上瘾的，也就是让他们分泌多巴胺，让他们对学习产生快乐，进而就会再想要学习，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上礼拜六我去参观了一个教育展，杂学校，我发现很多人都在做一样的事情，不管是耳熟能详的台湾吧，他们透过影片让大家了解台湾历史，甚至有人将科普透过欢笑带进校园，还有人用桌游让大家了解2次世界大战是什么。大家清楚明白着，求知欲就像是一开始活在孩子心中的一棵小苗，只是在义务教育中被分数给掩埋了。要做的事很简单，纵欲吧教育，把教育的枷锁解开来，再透过一堂特殊的课，把孩子心中的那棵苗让它自己长出来。当我们在教这堂课，如果要上到这4个字无欲则刚，一定要告诉大家，凡有原则必有例外。谢谢。